时候替这个郭部长抱屈一下了啊。我觉得郭部长，就是因为从企业来啊，有些对这个政坛的这个讲话的拿捏没有那么偶尔啦，大部分都很好，偶尔没有那么精准。那我所谓的抱屈，比如说他很努力做事，有一次我就看到有人放话在修理他的，我是替他抱屈。假日的时候，他用自己掏腰包，然后请这个外国驻，主要是美国嘛 AIT 啊这个驻台的代表跟一些干部，那他们变成是用假日做有一点像国民外交，两边沟通那个对全球的经济啦、国际贸易的意见。那可是批评的人这个铺天盖地讲说，哦，他这样是公私不分，怎么可以谈公私的时候用私人的费用去出？那我就在笑说，如果那一天不是用私人的这个费用的话，而是用公家的话，那就更严重了啊！怎么可以假日请你的美国朋友，却用公帑动用公家的费用？我是在讲说，那这样不是叫人家不要做事吗？啊？礼拜六、礼拜天不放假，然后想办法去做跟国际友人做沟通。那左边也不是，右边也不是。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不觉得是他讲错话的问题了，而是有人就故意在让他卡一下这样啊。所以这就是我所谓的替他抱屈。像这样的情形，在他上任以来到现在，其实很多啊。那我也要澄清。我在他担任内阁阁员之前的前面5年都没有见过他所以并没有所谓的一起讨论一起读书，所以替他讲话之间并不是这样的状况我纯粹认为他算是一个这个认真努力但是像我刚才讲的这种处在一种被误会的情况下，还有人又在趁机勾他一脚让他跌倒这样那我是觉得说郭部长辛苦了啦辛苦了那我相信这个龚明鑫也是老朋友了龚明鑫秘书长现在要接任部长那这个继续加油继续加油。他本来就是长期在经济领域里面，前面是学者，那也曾经执掌过智库嘛担任过这个财经智库的那个领导人，然后到了内阁以后，在国发会在行政院担任秘书长，然后又现在要转任经济部我相信他对台湾的经济发展的议题非常熟悉了那台湾目前要面对的无非是2个，一个是内部，我们如果决心要在 AI 要在晶片上，如果我们要维持我们的优势我曾经提过人才、法规跟能源这3项一定要做好那相对的如果是不是只有台湾内部的话呢？外部的因素就是如何应对国际间的国际贸易，现在纷纷倾向这个保护主义，倾向这个高关税所以龚明鑫先生如果要接任部长，目前面对的挑战应该就是内跟外的这几个因素。那也顺便回答您刚才提的说，如果他上任的话，这个希望他做些什么那就是外部的因素呢，你可以靠谈判靠衡量台湾要付出怎么样适当的筹码，可以获取最大的这个成果。那对内的话人才、法规跟能源这个是属于操之在我们可以好好的去改善的了那人才上面，当然历年来已经有一些成就，很多学校都成立半导体学院嘛那甚至有人会担心这个人才会太过集中在单一项目了那法规上面的话，其实还是有很多值得努力的地方不要把自己给卡住了。有些东西应该要守护得更好，但是有些东西卡卡的那我也小举一个例，比如说守护得更好的是这样，8年前、9年前，为了要大力推展太阳能光电，就放弃做环评，那这个就是法规上面给他这个开了一个很大的洞所以你看这个漫山遍野，有一些是处在破坏环境的这一种
状态下的，他把整个山头好几个大安森林公园那么大的这个森林都把它砍伐掉了，一直闹到最近几个月，在地的居民担心万一台风土石流会灭村啊，那个事情才曝光。那这个东西已经存在7、8年了，难道这个地方的环境保护单位都不知道吗？这个东西就是很麻烦了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我才会讲，为了目的热，导出方法盲啊，为了一个目的的一头热，然后你该有的适当的理性思考的方法都变盲目一样啊，变成方法盲。那这个是用法规这一面来解释了相对的，为了要鼓励我们的这个能源发展、产业科技发展，其实很多法规条文不管是行政命令或法规条文，都可以再检讨